总参谋长的孙女花了900万向我定制一架飞机模型，军区所有人都认为周星儿被我骗了，900万还傻傻的买模型，这么多钱都可以买一架真正的飞机了。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这架飞机模型是用刚激活的科技系统制作的，一架第6代超高速隐形战斗机，速度能突破12马赫，并且配置超强战斗系统，就连漂亮国最新型隐形战机都能秒杀。当这架超级帅气的战斗机出现在眼前，瞬间让所有来参加周总参谋长寿宴的人都惊呆了。流线型的机身极为动感，光是看着外形就觉得飞行速度会非常快，给人一种很强烈的科幻冲击感。这飞机模型好炫酷，要是我们国内能造出这样的战斗机就好了。周星儿顿时两眼放光，他订购的时候要求增加了很多功能，虽然不能飞，但也能模拟真正战斗机的操作。周星儿很是欣喜地说道：“我定制的这个生日礼物，爷爷应该会喜欢吧？”我们一起来到飞机面前，打开舱盖，内部景象更是让所有人惊讶不已，许多功能都集中在了液晶控制面板上，操纵感设计的如同科幻电影里的太空飞船驾驶舱。在场众多将领看到这布局，都忍不住心里痒痒的，真是难以想象，现在的模型工厂创造力这么厉害吗？要是这种布局真能实现，我真想重新做回飞行员，驾驶这样的战斗机太爽了。赵天训斥道：“想啥呢？这是一架飞机模型而已，还真想起飞啊？星儿，既然是你定制的飞机模型，就进入驾驶舱试试。咱们先搞明白飞机模型的功能，等到周老来了，你好交给他。”周星儿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坐进驾驶舱，屏幕立刻亮了起来，检测到驾驶人员进入，是否绑定驾驶人员身份。哟呵，还挺智能的，功能不少呀，跟真的一样。所有人啧啧称奇，绑定身份，收集声音成功，扫描虹膜成功， DNA 采集成功，驾驶人员身份已绑定，是否启动战机？周星儿答应一声，战斗机启动，机械的声音再次响起，驾驶舱关闭，请其他人等远离10米开外，可通过手机连接观看。这架飞机的功能可真够牛的，竟然增添了这么多智能功能。众人打开手机连入信号，双方通过屏幕相互看到了对方。下一秒，战机尾部猛地喷发火焰，爆发出震耳轰鸣。我去，这也太真实了吧！军官们一脸震惊，这跟真正的飞机根本没什么两样。难道这架飞机模型真的可以向前推进，并且起飞吗？说啥呢？模型再怎么逼真，也只是模型而已，最多可以向前滑动，不可能起飞。星儿，赶快试试驾驶飞机，这架飞机能跑多快？行。周星儿从小跟着来军区玩，对飞机操控一点都不陌生。我要开始滑行起飞了。他拉动操纵杆，模拟滑行，本以为最多能向前滑动，没想到飞机猛然加速，下一刻竟直接起飞，直冲云霄。军官们脸上的笑容当场凝固，几秒钟后变成了彻底的慌张。什么情况？这不是模型机吗？怎么能飞起来？赵天再也无法保持淡定，驾驶飞机的可是周老的宝贝孙女，要是出了差错，谁也承担不起。他赶紧大声喊道：“星儿，赶紧降落，不能起飞！”周星儿此刻也慌乱了，明明说好是模型，怎么跟真飞机一样起飞了？他赶紧尝试强压操作降落，正在起飞中，强行降落有坠机风险。周星儿吓了一跳，不敢乱动，只能眼睁睁看着飞机飙上云端。所有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此时，周振龙和周伯华正在接见漂亮国军事专家史密斯。漂亮国一直派侦察机入侵华夏，史密斯脸上的嚣张根本藏不住。周振龙面无表情地开门见山问道：“说吧，今天来有什么目的？别说什么为我祝寿的假话，有什么事直接说。”哈哈，真不愧是周振龙，果然够痛快。史密斯大笑着说道：“这次前来，除了给你庆祝寿诞之外，的确有一件事情要商量。说吧，我听着呢。”我希望华夏放弃与阿三国边境的97号地区。周振龙虎目圆睁，当场大怒：“绝无可能，我华夏不会放弃1寸领土。另外，这种事情你不应该跟我谈，应该去找外交部。周老在华夏地位崇高，你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史密斯不以为然地说道：“更何况97号地区难以防守，为了这块地方，你们跟阿三国一直产生冲突，不划算，不如直接放弃，对华夏也是好事。告诉你，门儿都没有，没必要谈下去了。”周振龙语气坚定：“漂亮国要是敢插手我华夏领土纷争，尽管放马过来，我华夏不惧怕任何挑衅。”说完，他起身准备结束这场谈话。别急啊，不答应也无妨，那就各凭本事，就看华夏有没有能力守住这块地了。史密斯连忙说道：“另外，我还要给周老送上一件礼物。我们漂亮国刚研发了2架最新的侦察机，不仅飞行高度超过3万米，速度极快，隐形性能更是出乎意料的好。他们都已经进入华夏领空了，你们的雷达居然毫无反应。”史密斯一脸坏笑，周振龙却根本不相信，绝不可能，全世界也没有这么先进的技术，要是雷达都探测不到，敌人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自己却一无所知，实在太过可怕。要真是有这种技术，漂亮国岂不是有能力统治全世界，想打谁就能打谁，任何国家都没有还手之力。看来周老的认知也跟不上时代了。史密斯嘲讽道：“我们的2架侦察机就在军事基地的上空，你们的雷达发现了吗？”周振龙和周伯华心中一沉，以前敌机入侵至少能显示方位，现在却没接到任何报告，说明雷达彻底成了瞎子。你说谎，真是不打草稿。我还说华夏的侦察机就在你们漂亮国上空呢。周伯华冷声说道：“哈哈哈，我就知道你们不相信。”史密斯得意的大笑：“不过我可以证明，咱们去指挥室，只要连上通讯设备，自然就知道了。怎么不敢吗？”他满脸挑衅地问道：“你到底想耍什么花招？想入侵我们的防御系统？”周伯华沉声问道：“你多虑了，你们的防御系统没那么容易入
入侵。史密斯说道：“实在不行，我可以让我们的侦察机抵达指定地点，你们可以拿着高倍望远镜查看。”史密斯此刻无比得意，走去指挥室。周振龙率先说道：“来到指挥室，连上设备。”大屏幕上果然显示对方侦察机正盘旋在军事基地上空。周振龙紧紧握着拳头，强压怒火，报告司令、总参谋，使用高倍望远镜看到2架敌机在基地正上空盘旋，但我方雷达没有任何反应。雷达兵满脸愤慨，语气中满是不甘。周老，我们漂亮国的新款侦察机性能还入得了眼吧？史密斯不停说着风凉话，表情欠揍，希望华夏认真考虑我刚才说的建议。周振龙气得牙都快咬碎了。突然，指挥室又有人大声喊道：“报告司令、总参谋，我方军区上空发现一架陌生飞机，飞行速度极快。”周振龙和周伯华猛然看向史密斯，史密斯眼神中却闪过一丝迷茫。我们漂亮国只派来了2架侦察机，这架飞机肯定不是我们的。周振龙已然怒火中烧，大声命令，立即将飞机锁定，命令对方马上降落到机场，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不行，飞机无法锁定，飞行速度太快了，已经超过了5马赫。周振龙心中苦涩不已，难道我华夏要任由敌人随意进出吗？史密斯闻言更加喜笑颜开，性能这么先进的战斗机，那必定是我们漂亮国的，估计是刚研发出来的，保密工作做得真好，竟然连我都不知道。看来我们漂亮国的军事实力又能提升一大截了。他顿了顿，又说道：“周老、周司令，我们漂亮国决定协助阿三国占领97号地区，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清楚，跟我们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话音刚落，史密斯接到了侦察机发来的通讯，为了继续打击2人，他故意点开免提：“我是史密斯，什么事？报告长官，一架陌生战机向我方驶来，速度超过7马赫，请指示。”史密斯当场懵了，连忙说道：“这么快的战机，肯定是我们漂亮国的，你没问清楚吗？我们已经向军事基地询问过，我们没有这种型号的战斗机，也没有派其他战机进入华夏，确认这架战斗机是敌方战机，它速度太快，马上就要追上我们了，下一步如何行动？请指示。”整个指挥室变得无比寂静，只有漂亮国飞行员急切的询问声在回荡。这怎么可能？史密斯大吼一声，满脸不可置信，飞行速度超过7马赫，就连我们的最新款侦察机也达不到这个速度，这可真是活见鬼了。周振龙和周伯华同样震撼，除了漂亮国，还有谁能造出这么先进的战斗机？另一边，我制作的那架模型战机舱内，周星儿此刻紧张的不行，慌张的向地面的军官求助：“赵叔叔，我好害怕呀，我该怎么办？这架飞机我根本不会操作呀。”赵天急得要命：“你找谁定做的飞机模型？赶紧联系这个人，问他怎么操作。”周星儿双手紧握操纵杆，根本腾不出手。就在这时，战机系统的提示音响起，检测到飞行员操作手法极其生疏，是否进入自动驾驶模式，同时开启教学模式，辅助学习飞机操作。周星儿求之不得，赶紧答应进入自动驾驶模式，赶紧教我怎么驾驶这架飞机。自动驾驶教学模式已开启，当前为低速驾驶模式，最高时速7马赫，最高飞行高度4万米。系统开始图文并茂地讲解各种功能，支持语音下达命令。周星儿不到1分钟就掌握了大致操控，心里总算安稳了些。而地面上，通过手机连入战机的军官们已经彻底懵了，飞机系统说的是真的吗？这架战机低速行驶模式都能达到7马赫，最高能飞到4万米高度，这也太夸张了吧？肯定是假的，估计就是在吹牛，能飞起来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达到这么高的速度？可是我觉得这飞机起飞速度很快，比我们的战斗机全力爬升速度都快很多。众人正争论着，又听到战斗机冰冷的机械提示声，自动驾驶模式检测到被雷达探测，已开启隐形模式，屏蔽所有探测信号。一瞬间，无论是军事基地的雷达，还是漂亮国侦察机的雷达，瞬间全部失去了跟踪目标。这不是被击落，而是雷达信号遭到了绝对技术的降维屏蔽。漂亮国的飞行员更加慌张起来，报告史密斯将军，我方已经失去目标信号，请指示。报告周司令、周总参谋长，我方基地雷达也失去了追踪目标。今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见鬼了吗？这架陌生飞机到底从哪里冒出来的？立即打电话向上级询问，是否有新飞机在试飞。周振龙又气又急。此时，周星儿驾驶的战机已飙升至高空，机舱内突然响起智能提示，发现2架具备先进隐身性能的漂亮国侦察机，敌我甄别完毕，是否将其击落？屏幕上同步显现出敌机的清晰画面，甚至连敌方飞行员的模样、姓名及详细资料都列得一清二楚。地面上，军长赵天彻底懵了，一架模型竟真飞到了3万多米高空。首长，我怎么觉得飞机模型提供的数据好像是真的呀？连敌人飞机都拍到了，而且还清晰地拍到了敌人的飞行员，这还能做得了假？去指挥部问一下，到底有没有发现敌人飞机？一名军官火速驱车前往，片刻后气喘吁吁地返回，消息没错，有2架漂亮国的侦察机在我基地上空侦察，我方的雷达完全探测不到。漂亮国人极其嚣张，正在以此威胁我们周老和司令，简直太嚣张了。赵天当场大怒，拿着手机联系周星儿，可以的话，给我把敌人的2架侦察机打下来。真的可以这么做吗？周星儿有些慌乱，毕竟他还只是一个学生，尽管打，所有后果我来负责。战斗机不是可以自动驾驶吗？不会操作可以开启自动攻击模式，要让漂亮国知道，我华夏境内不是他们嚣张的地方。赵天死死盯着手机，眼下雷达失效，只能将希望全寄托在这架模型上。明白了。想到爷爷和父亲正受威胁，周星儿一咬牙，我命令你击落这2架敌机。接受命令，敌机锁定，导弹发射，嗖嗖，2枚导弹轰然射出，高空盘旋的侦察机内，雷达警报骤响。漂亮国飞行员看着远超己方速度的导弹，
慌张大叫：“报告史密斯将军，我机已被导弹锁定，我机已被导弹锁定！”他们疯狂逃窜，但超10马赫的导弹根本无法摆脱，连报告的声音都发起颤来。指挥室内，史密斯不可置信地怒道：“简直胡说八道！哪有这么快的对空导弹？”周振龙和周伯华也懵了，雷达刚好捕捉到突如其来的导弹信号，众人头皮发麻，完全搞不清这神秘战机的来历。轰轰，2声巨响震彻云霄，敌机被双双击落。周振龙惊喜万分，冲出指挥室，肉眼已能看到高空的爆炸烟雾。快，赶紧的，一定要把飞机残骸给我找到！周振龙火速下令，如果有飞行员逃生，绝对不能让他们逃了。周伯华立即补充道。两人对视一眼，难掩狂喜。这神秘战机既然能击落敌机，定是华夏自家的王牌。史密斯急得直跺脚，你们竟敢击落我们的飞机，这是在向我们漂亮国宣战。还有，飞机残骸谁也不准动，等我立刻联系我们的专业人员把飞机残骸带走。如果有飞行员逃生，不允许你们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允许进行审问。周伯华此刻底气十足，冷哼一声，轻蔑道：“胆敢入侵我华夏，打下来也是活该。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回去告诉你的上级，再敢犯我华夏，这就是下场。你们给我等着，敢跟我们作对，华夏会后悔的。”史密斯知道多说无益，气冲冲地甩手离开。周振龙懒得理会，快步奔回指挥室，激动得浑身颤抖，赶紧联系飞行员，问问他们是哪个军区的。报告总参谋，对方信号完全屏蔽，根本联系不上。神秘飞机正在向远方驶离，预计高度已经突破4万米，雷达还是无法探测，只能使用高倍望远镜。紧接着又是一声大喊：“报告总参谋、总司令，神秘战机已经远离基地，高倍望远镜已无法观测，那就马上询问其他军区和有关部门，到底是哪个部门在测试新款战机？”周振龙立即说道。周伯华皱着眉头说道：“论武器科研能力，好像全国就咱们中部军区研究所最强吧？其他军区能超过咱们？既然不是漂亮国的战斗机，不是我们华夏的，还有谁？”片刻后，通讯员汇报道：“总参谋长、司令，全部都问过了，包括航空总局和所有战区都说他们没有测试飞机，就连中央军部都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这怎么回事？难道是毛熊国？”周振龙心底猛地一沉，真是白高兴了一场，把这件事情立刻整理成报告，上报给上级。或许毛熊国已经研发出来了先进的战机，国家必须要有个应对才行。经历了大起大落，周振龙兴致全无，直接将此事交给下级。走吧，咱们继续去看军事演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把演习给搅和了。周伯华也叹了一口气，满脸遗憾。另一头，亲眼见证敌机陨落的周星儿既紧张又高兴。赵叔叔，你看到了没有？我把敌人的2架侦察机都打下来了。看到了，这架飞机模型可真是厉害啊，干得漂亮！看漂亮国以后还敢不敢嚣张？旁边一个军官满是疑惑地说道：“你们觉得这还能算得上是飞机模型吗？恐怕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了吧？制造这架飞机的人绝对不简单，得赶快让星儿找他商量商量，加入咱们中部军区武器研究所。有了这样的人，绝对能给华夏研发出来更强的武器。”星儿，敌机已经被击落，可以降落。赵天说道：“等飞机降落，一定把这个好消息赶快告诉总参谋长和司令。华夏终于有顶级的战斗机了。”不行啊，我还无法降落，战斗机还在给我教学，估计得全部学完之后才能降落回去。周星儿回答道：“那你就好好的学习，一定要注意安全。”话音刚落，机舱内再次响起智能提示声，基础操控教学已经讲解完毕，开启高级教学。距50限速程序解除。轰！战机尾部的火焰猛然爆发，喷射得更加强烈，机身陡然加速冲向远方。屏幕上原本7马赫的最高时速，眨眼间竟突破了10马赫，而且还在疯狂飙升。赵天猛然惊醒，急忙大喊：“星儿，赶紧降低速度！这么高的加速度，你的身体会承受不住的。”“没有啊，我都没感到多少压力。”周星儿回答道。赵天感到极其不可思议，超高加速度对飞行员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普通人早就当场昏死过去了。这架战机究竟使用了什么黑科技，连如此恐怖的陡然加速都不会对驾驶员造成影响？周围的飞行员们激动万分，纷纷议论起来。这架战斗机设计的真是太先进了，所有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到。要是这款战机能够批量生产，漂亮国再也不敢在我们华夏面前嚣张。说话间，战机速度竟已突破12马赫。由于速度太快且处于低空飞行，机身如同一道利刃狠狠撕裂空气，在后方拖拽出了一道长长的白色气流。此时，高空正有2架华夏战机在进行训练飞行。突然间，只觉头顶有一个巨物一闪而过，飞行员当场懵了。二号，你看到上空飞过去什么东西了没有？感觉到了，但是啥都没看到，一切都太快了。不过我飞机的雷达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是我们的错觉？胡说八道！一个人有错觉，不可能2个人都有。赶紧报告总部，搞不好是敌人发射过来的导弹。2名飞行员根本没往战机上想，毕竟能有这种速度的，恐怕也只有洲际导弹和远程导弹了。东部军区司令接到紧急报告，气呼呼地骂道：“这怎么可能？再厉害的导弹，雷达也能监测到，是真的。我们2个人都觉察到了，而且空气中还残存了一道很长的白色气流，清晰可见。我也觉得导弹很难引起这种现象，倒像是飞机高速飞行产生的。可是要达到这种程度，至少也得在10马赫以上的超高速。”听着前线的汇报，司令更是生气，直接训斥道：“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哪国的战斗机能达到这么快的速度？根本不用打仗了，漂亮国马上就能称霸全球。”话音刚落，通讯员急匆匆汇报道：“报告司令，我们监测到高空出现飞行员说的白色气流，而且在网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还拍到照片发到网上。预测飞行
行速度应该在12马赫。军区司令听完当场懵了，忍不住爆了粗口，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赶紧利用雷达追踪，军区立刻启动1级战备，无论是哪个国家派来的飞机，必须要将其打下来，同时上报军部，敌人有可能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雷达兵紧张的满头大汗，报告司令，我方雷达没有任何显示，对方的隐形技术非常先进。司令闻言，一颗心瞬间悬了起来，虎目圆睁，大声喝道：“这怎么可能？是不是哪里搞错了？说不定是敌人放出来的烟雾弹，故意来迷惑我们，绝对错不了。我刚才按照空中的气流计算了一下，绝对是战斗机才能造成的现象，而且飞行速度不低于12马赫。”东部军区武器研究院院长马东方走进指挥室，面色无比沉重，他的话在军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性。司令目光呆滞，双拳死死紧握，这该怎么办？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都毫无畏惧，可是敌人看不见摸不着，随时能向我们发动攻击。关键的是，我们连对方的身份都没搞清楚，恐怕只有漂亮国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科技。他们故意以高速驾驶战斗机在我国领空飞行，就是为了向我们示威。敌人的战机虽然先进，但我们的防空系统也要全部打开，全力应对。如果敌人敢发动攻击，至少我们要把导弹拦截住。也只能如此了。马东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其实他咽下了后半句没说。敌人的战斗机都这么先进了，咱们的防空导弹真的能拦截得住吗？与此同时，国防部接到东部军区的报告，同样如临大敌，迅速收集相关情报后，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国防部长勃然大怒，一拳重重砸在桌子上，简直欺人太甚。12马赫的飞行器短时间就飞遍了小半个华夏领土，漂亮国到底想干什么？我建议立刻向漂亮国提出严正交涉，必须让他们停止一切入侵行为。漂亮国真是太卑鄙了，他们要求我们放弃97号地区，我们刚言辞拒绝，他们就立刻前来挑衅，这是在向我们施压。看来没少从阿三国得到好处，我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远在另一边的我还不知道，周星儿这场教学驾驶，竟已让整个军区进入了1级战备。随着教学完毕，战机逐渐降速，飞行员已经熟练掌握驾驶技术，可以随时返航。周星儿看着陌生的四周，这是什么地方呀？开启飞行导航，此处位于小日子国附近，屏幕亮起返航路线。周星儿大为吃惊，这么快就飞到小日子国来了？这是当然，由于一直使用教学模式，最高时速限制在12马赫，如果在战斗时候，最高时速可以提升至15马赫。原来如此，那就先返航吧。周星儿说道。军区大屏前，赵天等军官早已震惊得目瞪口呆。突破15马赫，意味着连敌方导弹都能轻易反追摧毁。众人激动的呼吸急促。赵天小心翼翼地叮嘱星儿，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把飞机安全地开回来。有了这架战机，什么漂亮国完全不必放在眼里了，得赶紧上报领导，尽快研究相关技术，把更多战斗机生产出来。你们一群人围着，都在干什么呢？身后突响威严的呵斥，周振龙和周国华不知何时走了进来。身为高级将领，在军区里这个样子成何体统？周国华面色一沉，刚想训斥，众军官哗啦一声站得笔直。周振龙扫视一圈，疑惑地问道：星儿不是说过来给我祝寿吗？怎么还没来？众人欲言又止。总参谋长的宝贝孙女正开着战机飞在小日子国，这话说出来谁信？司令，总参谋长，我要报告一个消息，你们千万不要激动呀，有什么事赶快说。支支吾吾的成何体统？周国华训斥道。情况是这样的，星儿刚才已经到了，我们一起看礼物。本来以为只是一个飞机模型，就让星儿熟悉各种功能，模拟驾驶，没想到竟然真的起飞了，并且还击落了2架入侵的敌机。赵天知道瞒不住，只好硬着头皮如实汇报。哈哈哈，你们这些小子，为了逗我开心说这些谎话有意思吗？星儿是不是藏起来了？赶快让他出来吧。周振龙大笑，只当是他们在变着法子逗趣。报告总参谋长，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绝对没有说谎，现场的人都可以作证。没错，飞机真的起飞了。众人连忙补充。周国华猛然想起刚发生的军情，爸，刚才不是有2架漂亮国侦察机被击落吗？难道真的是？周振龙也察觉不对，面容一肃。刚才你们说2架敌机被击落，难道有人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了？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飞机现在还连着手机吗？不信你们自己问。赵天立刻递过手机，画面正是正驾驶着战机的周星儿。爷爷，爸爸，看我已经可以驾驶飞机了。周星儿高兴地打招呼。事实摆在眼前，2位首长当场惊得目瞪口呆。星儿，你这是在哪里呢？周振龙连忙问道。我刚完成这架战斗机的教学，正在穿越小日子国，我马上就回去。这位打过漂亮国联军，从不知怕为何物的老将，此刻却吓得声音发颤。就你一个人驾驶战斗机，这也太危险了，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害怕。爷爷放心吧，这架战机非常容易驾驶，我都已经熟练了。好，不要着急，一定要安全第一。周振龙继续叮嘱。OK， 没问题，等我一会儿很快就飞回军区。通话结束后，周国华面色严肃地询问：不是说只是飞机模型吗？怎么飞起来的？我们也很奇怪，刚看到的时候我们都被模型的外观被惊艳到了，做的简直跟真的完全一模一样，可完全没想到竟然真的可以起飞，而且性能惊人。赵天再次详述经过，周家父子听得面面相觑。800万买顶尖战机，击落侦察机，还能飙到15马赫，这话说出去谁信？80亿还差不多，必须要立刻封锁这个工厂，防止技术泄露。周国华准备下令，我们刚才也考虑到这件事情，接订单的是星儿的同学，我总觉得这个人背后肯定不简单，估计是一位顶级的技术大佬，想趁此机会给我们提供先进的武器，可是又有些搞不明白，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不进入国家科研单位工作？会不会是他的脾气太古怪，不愿意被人打扰？赵天分析道。等一下，赵军长说的有道理，制造这款飞机的人绝对不简单，既然他不愿意露面，不应该主动打扰。天才的脾气都是古怪的，要是惹恼了他，对
对我们没好处。周振龙立刻赞同，这也是他多年总结出的经验之谈。那我们该怎么办？周国华也感到棘手。既然对方把飞机送给星儿，肯定对星儿的印象好，让他先去接触一下，了解了具体情况，我们就好应对了。周振龙说道。此时，周星儿正驾驶战机穿越小日子国领空，迎面恰好贴身飞过一架战斗机，对方正是接到侦察机被击落的消息，刚起飞准备前往华夏侦察的漂亮国飞行员法克。这不是我们的战斗机，通过敌我识别信号，对方立刻将其判定为入侵者。倔50战机也随之提示，发现敌机，被敌机火控锁定，进入战斗模式，战机陡然加速攀升。周星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甩开对方，以免在他国领空引起国际纠纷。听到手机传来的警报，周振龙几人也顿时紧张起来。通过镜头看到了紧追其后的敌机，不好，是漂亮国最先进的 F-60战机，赶紧撤退。周振龙关心则乱，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漂亮国要是敢开火，老子绝对饶不了他们。周国华怒声吼道：“女儿才第一次驾驶战机，怎么可能是敌人的对手？”众人都紧张的不行。岂知漂亮国飞行员同样惊骇不已，他的雷达根本无法锁定目标，甚至毫无显示。如果不是肉眼所见，他都不敢相信前面正飞着一架战机。就算是隐形战斗机，也绝对不能放你逃走。漂亮国在小日子的军事基地有太多的秘密，绝对不能被侦查到。漂亮国飞行员开足最大马力追上去，直接发射热源追踪导弹。倔50战机的声音响起，敌机发动攻击，请求反击，还等什么？给我打，击落他们！周星儿还没来得及回答，周振龙就已经大吼起来，开启反击。周星儿立刻下达命令，话音刚落，一枚导弹嗖的发射出去，同时倔50战机猛然加速，眨眼间就将身后追击的导弹远远甩开。漂亮国飞行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神秘战机骤然提速，一瞬间就消失在了视线之外。警报！警报！我机已被导弹锁定，仪表盘骤然爆闪红光。漂亮国飞行员吓得亡魂皆冒，还没来得及操作，轰的一声，战机便被导弹当场击中。而那2枚失去目标的热源导弹，居然锁定了地面上散发最高热量的工厂烟囱。轰轰2声巨响，工厂瞬间被炸平，幸存的小日子被炸得惊慌失措。紧接着被击落的战斗机残骸也砸落地面，无数路人拍摄传网，官方想掩盖都掩盖不住，瞬间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周振龙通过手机目睹了一切，面对漂亮国最先进的战机，竟然直接秒杀对方的导弹，更是连尾气都追不上。他激动得浑身发抖，这款战斗机太牛了，有了这款战机，胆敢犯我华夏者必让其有来无回。对了，立刻通知下去，封锁军区的机场，看到的一切全部都是军事机密，谁要是敢对外泄露半个字，以叛国罪论处。1年多来被压制的憋屈一扫而空。他紧接着吩咐我立刻打电话向上级报告这个消息，新款战机要列入最高保密级别，另外把小日子的漂亮国战机打下来，得提前让上级知道，也好有个应对措施。整个中部军区严阵以待，只等飞机返航。与此同时，国防部会议室收到了一份机密文件，国防部长打开看了一眼，当场愣住，反复确认后依然不敢置信。旁边的官员还从未见过他这副神情。怎么了？这份文件难道有什么问题吗？中部军区说突然出现一架神秘战机，击落了2架漂亮国的最新侦察机，并且确认神秘战机不属于我国。他们分析很有可能是毛熊国的。这架战斗机飞行速度极快，并且有优秀的隐形功能，我们的雷达完全无法探测。一名官员大为震惊，难道我们东部军区发生的现象就是由这架战斗机引起的？该死，难道毛熊国也这么张狂，完全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吗？真是可恶至极。有了漂亮国领头，其他国家研发出来新款战机也都拿我们做实验了。官员们气得火冒三丈，既然把漂亮国的战斗机都打下来了，肯定可以确认不是漂亮国的战斗机。除了毛熊国之外，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研发出来这么先进的战机了。我建议立刻向毛熊国提出严正交涉，强烈谴责他们入侵我国领土，并且要让毛熊国做出保证，不能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可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毛熊国不承认又该怎么办？国防部长眉头紧皱，华夏军工底蕴薄弱，在军备竞赛中屡屡受挫，面对挑衅实在憋屈至极。正焦头烂额时，有人匆匆跑来汇报错。报告，重大新闻，小日子国发生一件大事，漂亮国一架战斗机刚起飞不久突然坠毁，而且还发射了2枚导弹落入工厂中，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在场官员全愣住了，漂亮国驻扎在那里的都是先进的主力战机，怎么可能会发生坠毁？这怎么可能？战斗机坠毁也不至于把导弹发射出去吧？这件事情肯定还有内幕没有爆出来，我建议赶快派人调查。一位军事专家立刻觉察到异常，国防部长立刻下令，立即派人详细调查，看看小日子到底隐藏了什么信息。下达完命令，国防部长揉了揉眉心，喃喃自语道：“今天这是怎么回事？一天之内发生了这么多离谱的事情。”部长，中部军区总参谋长周老打来电话，说有重要消息。国防部会议室内，陶元秋心中咯噔一下，把电话接过来：“喂，我是陶元秋，这么着急打电话过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是这样的，击落漂亮国战斗机的是我们的新型战机，这架战机不小心飞到小日子国上空，又击落了一架漂亮国的 F-60，不过是他们先开的火，我们是正当防卫。你说啥？我们的战斗机？刚才的报告不是说不是我国战机吗？再说了，有这么先进的战斗机，你们军区能不知道？陶元秋觉得大脑 CPU 都快被烧坏了。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我也是刚知道的。飞机正在赶回来，我已经封锁了军区，消息不会向外泄露，详细情况我会专门写一份报告的。周振龙无奈极了，搞半天神秘战机是自家的，找谁说理去？
这件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你确定？我保证说的都是真的。驾驶战机的是我孙女，错不了。战斗机马上就要返航，我得赶快去准备迎接。事后我会尽快把报告交上去。电话挂断，陶元秋还一脸发懵。周老的孙女什么时候加入空军了？发生什么事了？众官员齐刷刷看过来，周老打来的电话，在中部军区上空击落漂亮国侦察机的是我国战机，另外小日子国坠毁的漂亮国战机也是被我们击落的。至于东部军区和网上发现的特殊现象，估计也是我们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太快产生的效果。众人面面相觑，满眼难以置信，这也太离谱了吧！咱们国内研发出来这么先进的战斗机，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战机都进行试飞了，都没进行报备吗？这已经严重违反规定了吧？中部军区是怎么搞的？他们一声不响的干大事，难道连我们都隐瞒着不成？嗨嗨！陶元秋轻咳两声打断，周老不可能说谎，既然他这么说，肯定是真的。之前出现许多误解，或许是有其他隐情，不过周老很快会把详细报告交上来的，到时候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众人回过味来，顿时激动万分。对，周老不会拿这么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的，其他的任何事情已经都不重要了，关键是我们已经有了顶级的战斗机，连漂亮国最先进的战斗机和侦察机都能击落，这意味着漂亮国再也无法随意入侵我国领土。是啊，这么先进的战斗机可以赶快加紧生产，装备全部军队，漂亮国再也不敢在我们面前嚣张。说得对，能成功研发出来先进的战斗机，这才是最重要的。会议室的压抑一扫而空，陶元秋却满脸凝重。大家都冷静一下，现在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新型战斗机目前只有一架，无法形成战斗力。庆幸的是，我们新战斗机的信息并没有被国外得知，所以我们必须得尽量保密，争取足够的时间用来生产。这好办，局座擅长处理这种事情，该战忽局出动了。局座挺直身板，信心十足，尽管包在我身上，保证能处理好。陶元秋嘱咐道：“这件事情关乎到当前局势的稳定，必须要非常慎重，把一切责任都推脱掉，绝对不能引火上身，更不能给西方国家继续针对我们的借口。”是啊，能否争取到足够的时间，就得看局座你了。务必要让其他国家都相信，发生的这些事情都跟我们没关系。局座笑了笑，你们还是没有领悟到战忽局的精髓所在。以前战忽局的目的的确是让西方国家相信我们发展落后，对他们没有威胁。但我认为现在的情况跟以往不同，当前的局势各国都在进行军备竞赛，落后就要挨打，实力差就得被欺负。正好趁此机会，既要否认所有的一切，又要让敌人觉得我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武器，这样一来让他们有所顾忌，不敢再随意侵犯我国领土。妙啊，真不愧是局座，这个策略的确是当前最佳的应对方法。咱们不仅要否认，还得让对方觉得似乎真的有先进武器，才能让敌人畏惧。果然，只有未知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国防部迅速定下策略，很快发布了一则公告：由于特殊天气的影响，造成了一些异常气象，不过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天空中出现的白色云气是特殊的气象，不会有任何害处。这通说辞发出去，网友们根本不买账。官方给予的理由你们自己相信吗？纯粹是糊弄我们。我也觉得非常离谱。有很多人都看到一个黑色的东西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飞过，只留下一道很长的白色云气。给我解释一下，既然是气象，那黑色的飞行物体是什么？不会是先进的武器正在试验吧？要是这样的话就好了。漂亮国这段时间太嚣张，一直不停地入侵我国领空侦察军事基地，最好能把他们的战斗机打下来，任凭网上议论翻天。专家们硬着头皮科普天气现象，只要官方打死不认，谁也没辙。另一边，周星儿驾驶战机顺利返航，面对5步1岗10步1哨，荷枪实弹的机场，从未学过降落的他正手足无措。飞机提示音恰好响起，建议使用垂直降落功能，不仅方便而且更加安全。周星儿连忙答应，开启垂直降落。本来已经清空了滑道，可看着战机悬停半空，缓缓垂直降落，全场人都惊呆了。我不是出现幻觉了吧？这架战斗机还有垂直起降的功能。周振龙满脸震撼。要知道，垂直起降技术会增加大量复杂零件，不仅增加重量、挤占弹药空间，还会大幅缩减航程。可这架战机不仅飙到了12马赫，甚至跨国溜了一圈还能返航。它到底带了多少燃油？这架飞机科技含量可真不低。周国华憋了半天才吐出这一句。舱盖自动开启，周星儿飞扑进周振龙怀里。爷爷，爸爸，我已经学会驾驶战斗机了，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赶快告诉爷爷，马上叫医生来给你治疗。我很好呀，什么事都没有。刚开始非常紧张，但是这架飞机非常智能，不仅可以切换自动飞行模式，而且还可以在空中现场教学。他兴奋极了，击落3架敌机这种事，放以前做梦都不敢想。好，真是我的好孙女，你为国家立下大功了。有了这次战绩，相信漂亮国再也不敢随意入侵我国领土。周振龙老泪纵横。对了，你这架战斗机真是从同学那里买来的？你不是说做模型的吗？怎么能把真正的战斗机都造出来了，而且还这么先进？周国华追问。1个星期之前，我找到林峰同学，告诉他要做一个飞机模型，一定要做的跟真的完全一样，能增加的功能全都加上。他只是说做这些功能价格不便宜，所以我就把银行卡都给他了。可我怎么都没想到他竟然做出来真正的飞机。周星儿一脸迷茫。周国华面色严肃。你要知道，这架战斗机非常先进，就连我们华夏都无法生产。你这位林峰同学身后肯定有高人，你去打听一下，这样的人才不能被埋没，一定要说服他加入我们中部军区的武器研究院，让他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难道这架飞机不是林峰制作出来的吗？绝不可能，这么先进的战斗机，就算是上千名科研专家，短时间之内恐怕也很难研发出来。所以他背后肯定有一位天才顶级专家，甚至有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周振龙斩钉截铁地说道。那我给他打个电话，询问一下。此时的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手机铃声响起，我顺手接通。林峰同学，我是周星儿。周星儿呀，
这个时候飞机模型应该已经送到了，看到了没有？还满意吗？满意，非常的满意。周星儿在那头咬着银牙，简直满意的不能再满意了。你这架飞机竟然可以跟真正的飞机一样顺利起飞，差点没把我吓死啊！你已经驾驶过飞机了呀？你不是说要做的跟真的一样吗？而且还要把所有能加上的功能全部都加上去。我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增加了起飞功能，把飞行性能提升到极致，还增加了隐形功能、导弹武器、超级雷达功能。听着我的话，电话那头的军官们面面相觑，人家只要个逼真的模型，我直接给造了架真机，居然还说得理直气壮。周星儿更加生气了，既然可以跟真的飞机一样飞行，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不是呀，这架飞机是很智能的，你只要询问操纵方法，飞机都会把所有功能给你演示一遍。我哪知道你还没了解功能，直接就驾驶飞机起飞了，我也很无奈。系统给的奖励不得不做，本以为送军区会让专业人员先试飞，谁知道他胆子这么大，我赶紧安慰道：你还好吧？就算是没有学习就驾驶，也不会有事的，因为这架战斗机非常智能，可以自动驾驶，并且检测到危险，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在空中进行教学也一样。我觉得反正就在国内天上溜一圈，也不至于闹出什么严重后果。是，没什么严重后果，也就是击落了3架漂亮国敌机而已。周星儿一字一顿地说道。我脑子嗡的一声，你没跟我开玩笑吧？怎么可能这么凑巧？我完全没预料到这种后果，整个人都懵了，甚至有种马上想跑路的冲动。才花了800万就造出架顶级战斗机，击落3架他国战机，搞不好要引发国际纷争。不会为了平息漂亮国怒火，把我交出去吧？电话那头，周星儿的声音还透着心惊肉跳。驾驶战斗机的就是我，怎么可能跟你开玩笑？那个打下敌人战机应该算立功，不会处罚我吧？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处罚你倒不至于，我爸和爷爷都挺高兴的。周星儿回答道。这时电话里换了个威严的声音，让我跟他说几句话。我还没反应过来，对方继续道：你好，我是星儿的爷爷，同时还是中部军区总参谋长以及中部军区武器研究院院长。我吓了一大跳，万万没想到他爷爷职位这么高。您好，我是林峰，我听星儿说这架战斗机是从你家定制的，我能问问制造战机的是谁吗？是我亲自给周星儿同学设计制造的战机。我如实回答。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隐约听到周震龙在捂着话筒嘀咕，看来背后的高手铁了心的不愿意露面，还是不能逼得太急，惹得对方不高兴，就无法得到全套的技术。随后他换了个折中的语气，真不愧是英雄出少年，这么年轻竟然能造出来如此先进的飞机。我想问一下，能把全套的技术图纸交给国家吗？你尽管放心，国家不会白要的，你尽管开个价，只要不离谱都能满足。没问题啊，既然对国家有用，我很乐意把全套的技术图纸上交给国家，至于价钱看着给就行了，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吃亏的。我本来也打算上交，只要够我在系统里买材料的成本就行，给你5000万，怎么样？我双眼猛然瞪大，强压着狂跳的心脏干脆道：没问题，就这个价格吧，我把技术整理出来怎么给你？似乎没料到我答应的这么痛快，我又听到他自顾自的嘀咕，莫非对方真的是想把技术全部赠送给国家？要不然也不可能接受5000万的报价。算了，只要愿意为国家继续提供技术就行，没必要非得让他出面，我让星儿过去取，你交给他就行了。周震龙说道。没问题，我把技术全部都整理好放在 U 盘里，直接来拿就行了。挂断电话后，军区那边却是另一番景象，对方愿意只收5000万，给我们提供全套的技术图纸，只要有了图纸，我们很快也可以生产出来这款战斗机了。周震龙对众人宣布，众军官欣喜万分。好啊，只要是真正技术，这价格不贵，那还等什么？赶紧交易吧！如果能大量生产这种战斗机，再也不用担心漂亮国入侵我们领空了。周震龙转头面色严肃地看向孙女，爷爷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得用心去完成才行。没问题，什么任务尽管说。林峰这个人不简单，而且他身后肯定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专家，以后你一定要跟他多熟悉，争取做好朋友，查清楚背后真正拥有技术的人，最好能够一起劝说，让他为国家效力。爷爷的意思是这架战斗机不是林峰制造的？周星儿问道。周国华在一旁笃定接话，这还用说吗？他只不过是一个学生而已，怎么可能懂这么多的技术？我明白了，这件事情我一定弄明白。周星儿郑重答应。好了，把这件战斗机送到武器研究院，让所有的专家提前研究一下，等拿到图纸之后，立刻安排生产事宜。周震龙果断下令，另外所有接触到新型战机的人，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都不得离开军区。然而，当飞机运到武器研究所，拆解过程却让所有专家陷入了集体绝望。不对啊，这款战斗机怎么没有油箱？别说油箱了，就连发动机都不是传统的燃油发动机，这到底使用了什么技术？难道起飞是电驱动不成？绝对不可能是电动驱动，就算是飞机里面装满电池，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电量。众人面面相觑，脑海中冒出一个惊骇的念头：核聚变供应能量。研发这款战机的究竟是什么人？竟然敢把核动力用在飞机上？微型的可聚变核反应堆，能是这个时代研发出来的产物吗？怪不得飞机可以实现10马赫以上的速度飞行。外形使用的金属简直闻所未闻，这种金属比钛合金强度高出了好几倍，但是检测出来的密度却只有铝合金的1/3，能够发现漂亮国的隐形战机，并且将其击落。这说明战斗机上的雷达也极为先进。我们应该赶紧研究，大量生产，用在所有的军事基地以及战斗机上。结论很快汇报到了周震龙这里。什么？样品摆在你们面前，都无法仿造？恐怕就是这样。其中难度最大的就是制造战机的材料是一种全新的金属，重量轻，强度大，简直就是完美的制造飞机的材料，甚至用狙击枪都无法将飞机外壳打穿。所以这架飞机抗打击的能力相当强，但是这种材料我们却无法分析出来究竟是什么成分，技术含量远远超过我们这个时代。其次，我们猜测这架战斗机使用了核动力系统，这可是微小型的可控核聚变技术，甚至于我们现有的技术都无法对这架战斗机进行拆解。要是破坏了动力系统，
头，爆炸的威力相当于一枚核弹。总而言之，这架飞机的技术非常先进，任何一方面拿出来都可以震惊全世界。听完汇报，周振龙当机立断，既然如此，那就先停下研究的工作，拿到图纸再重新进行研究。另外，我会把真正研发战机的专家想办法聘请过来，让他协助我们生产全新的战斗机，这样最好了。有了技术人员指导，可以给我们省去很多时间。不多时，周星儿就来到了我家。我迎上前，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今天不是要给你爷爷祝寿吗？战斗机的生产图纸我还想着明天上学给你捎过去呢。发生那么大的事情，哪里还有心情继续过寿？就连准备好的军事演习都取消了。从你这里定做的那一架战斗机模型已经成为了军区武器研究所的宝贝，所有技术专家都在研究呢。周星儿双手背在身后，似笑非笑地盯着我。你老实说，这架飞机到底是谁设计出来的？是不是想借助你的手把这架战斗机送给国家？我简直哭笑不得，看着眼前倾国倾城，比在学校时平易近人的多的校花，我无奈道：我骗你干什么？这架战斗机真的是我设计并且制造出来的。我带你到我的工作室看看。好啊，我还真想看看你造飞机的地方。走进300多平米、摆满机床的工作室，货架上精致的飞机大炮模型让他眼花缭乱。这些模型都非常小，也能飞得起来吗？他指着一个20多公分的飞机好奇道：当然可以飞了，只不过这些飞机模型飞行速度比较慢，时速也就几百公里，可以用于民用。想要用在军队上，性能太差。听你的意思，还可以生产出来性能更强的军用小型飞机。他瞬间抓住了重点，你说的应该叫做无人机。想要性能更好的军用无人机，当然也是没问题的。那能不能再给我制造一个可以控制的无人机？只不过价格不能太贵，我已经没多少钱了。当然没问题，造价2万左右的可以吗？周星儿连连点头，2万块钱可以。我自己也想要一个小型的无人机，闲着的时候可以飞着玩。OK， 3天之后你来拿货就行了。我干脆答应，要不是他的巨额订单，我连系统都觉醒不了。做架好飞机送他也是应该的。对了，今天我过来是接到了爷爷的任务，邀请你加入军区的武器研究所，想要任何待遇都可以随便提。周星儿话锋一转，我立刻迟疑了。加入研究所哪还有自由靠系统赚钱？怎么了？莫非制造那架战斗机的根本不是你？怕进入武器研究所之后暴露真实水平吗？他似笑非笑的激将，那倒不至于。我给了你们技术图纸，在生产过程中肯定也会遇到难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问我。但是让我加入武器研究所，我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不仅要照顾家里的生意，还要去上学，根本没办法去上班。我赶紧找理由推脱，本以为他会失望，周星儿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还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爷爷说了，可以给你一个技术顾问的职位，什么时候有空就来武器研究所指导工作，研究所里遇到难题，你再过来解决也可以，这样完全不耽误你做其他的事情。